去北京一趟。这次的宝贝盯了2、3年了啊。那么现在我就刚刚到达北京啊。好嘞，谢谢啊，到这里到此入。好嘞。现在我就来到了拍卖现场的这个预展中心我说拍卖一定要看预展，他们会有一个品相报告啊，不过呢就是说呢是仅供参考啊。那么我们还是要说通过这个去再甄别一下。这上面写的已经详细了啊，品相报告仅供参考，摊牌前请仔细检查品相，以实物为准啊。很多人其实根本都不说这些我说过了，就是拍卖公司它是有拍卖规则，比如说本公司特别声明，不保证拍品的真伪、品质及价值对拍卖的卖标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担保，竞拍人应自视审拍这就是期待已久的搞了个小后门提前先看一下万16万，怎么这么大的？21万5。是一个日本人的一个酒厂从前年我就一直盯这个，因为那时候疫情出不了国，你也没法说是这个上国外去实地去看去，所以说就错失这个机会了今年终于来到国内检测一下这个品质然后还有真伪这就是传说中的斗台斗台源于就是明代明早期宣德年间，最出名的是花段非常漂亮青花加上材料2次烧制非常俊秀有力的大青光绪粘制块，底座非常的干老，包浆自然我们说了一些好的东西都属于老货如新这就是在这一个一个的检查。那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场也是非常非常的仔细每一个圈足为了怕磕碰都做了一个圈足的一个套。那么这是矾红矾红源于宋代到了明嘉万时期的话就比较流行那么到了康熙的时候记录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点，康熙时期一般不以单色的矾红出现至少目前是这么认知的，它一定会配是青花或者是五彩。那么到了就是康熙以后，你比如说乾隆以后就比较弱了它是以这个铁为主色系那么到了光绪一朝呢，回光返照又做的非常好，深沉大气自然这个器型都是铃铛杯。咱说这个东西真不真，你看它是幻石非常写的铿锵有力非常非常的激动。那么这是一套7号拍品，这件是乾隆的青花缠枝花卉纹日本横滨长家收藏记录于横滨国庆2019年，当时编号是226号人机组，起拍价格是8万，30万直接报价30万，来自于这边提出48万，38万，38万现场报价40万以上，40万也是场内的40万，前排谢谢48万，48万又报名了，可以提出52万，要有7号朋友继续52万，还有新老师52万在前方，后方的新手您看考虑加价了，52万在现场，前排的报价是要多少？52万、55万，还是57？55万，谢谢，55万，52万，您也可以看看，57万，57万，都有7号报价，57万在现场，都有7号的57万，交给谁了？57万，57万，57万，最后一次。谢谢周六7号的50万，谢谢。拍完了，然后交完钱就往这个库房里去取货这最后一个环节取货也是非常谨慎的，要每一个再重新就检验一下看这个东西有没有出入一定要仔细检查这是最后一个环节。美中不足的其中有一只是有冲线，不过这个已经没所谓了。那么一会儿呢，我还要用专业的设备重新再检测一遍，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然后也是为这个艺术品为自己负责吧。大体先看一遍。
皇家之气的这种美丽惊艳，或者说细致这就是当时的皇家之物。现在通知潜力或者是参考以往的这个拍卖价格一直非常好。收藏它的同时，我们在欣赏这个艺术的同时，也是一种财富的积累。相对于这个价格来说其实我已经很满意了。那么今天呢，就是为它而来。主题封面，2021年的秋实凤头蟹，没想到被我给拿下来了。真正的官窑，其实这种在市面上仿品巨多，传承有序从日本的横滨前年然后再到今年我们中国的北京我打算把它就是一直留到最后，我们传承下去。官窑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拿到手里那一刻，你有一种感动，然后你有一种欣慰你有一种自豪，那也许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我又得干火车了，咱们走。你别录真实，你又不要真实，你别录这真实，你录这么说，你要不录，我不抽。我不抽不录，别录这，你拍这么生，你要不要我俩弄？好。这件东西实在是级别太高了，就根本就不可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应该拥有的东西。这个大爷非常有个性也不让拍，也不让录也不抽烟非常有个性一个大爷买就买，不买你就走，其实更干脆直接咱也尊重别人的隐私。但往往这些宝贝也都是出自民间的你无论是拍卖你还是博物馆，除了故宫那些遗留下来的或者一些大墓建成的博物馆出土的那些之外，其余的所有的珍品，无论拍卖还是说博物馆，肯定都是民间出的就是历史原因流落到民间的。那么我就不卖关子了这个东西就跟大爷一样有个性非常了不得。大家听过凤凰衔珠这个词吗？我们经常在娘娘的一些凤冠霞帔上就会看见一个凤凰衔着一个珠，所以说我说这个东西不可能是一般老百姓能拥有的，但是确实我们在民间就能遇到各种原因流落到民间的珍宝那我就不卖关子了。那么就在这，我刚才已经欣赏了半天了。凤凰衔珠咱先说它有多珍贵，咱先说说它的工艺。这个工艺叫什么呢？我看了一下工体是银鎏金纯银的。那么一般这种东西呢都铜鎏金的比较多那么银鎏金的呢相对来说还少，就级别更高。大家看一下，从这个翅膀的位置依稀能看到这个金的痕迹那么这个翅膀用的是什么的工艺呢？包括这个尾巴上边都是用的蕾丝，一种工艺叫蕾丝。这个蕾丝是非常难的它得先用一段一段的银丝掐成一条条的再分别焊接。那么有一些极个别的部位，你比如说它的肚子或者是什么，有时候难以制作的时候呢，它会里边加上一种灰，百吉草的灰，把它塑成一团状，然后呢缠到上面，再烧制的时候这个灰就挥发掉，这是非常繁缛的一个工艺。那么上边除了蕾丝工艺还有什么？纯银鎏金錾刻、锤叶，然后烤蓝，然后这个点珐琅然后铸造，就这点小东西这种栩栩如生的这种感觉，是我们可能现在都很难拥有的。关键更厉害的，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凤凰衔珠的凤凰衔胆、凤凰衔珠，这两个都是大绿松石，比我戒指都大。刚这两个绿松石就价值不菲，老坑的凤凰胆、凤凰衔珠。有人说凤凰胆是什么？是木神珠，天地间的绝品神圣之物这个就是一个传说了那么娘娘的话，在那凤冠霞帔都会有的。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工艺包括了多少，就是说这种精美的工艺在上面。那这什么时候呢应该就是晚清到民国时候的珍品这个座上边都嵌了银丝所以说也是非常非常高兴。你这种东西老人所讲的金翅金翎的那这种摆件级别能低了吗？你看这个感觉
说不出来的那种。这就是顶级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能够有利用的珍宝。哎，你看，咱都刚才都没仔细看，你看它细致到什么？这爪子上这种，就是说这凤爪好像就是类似咱们都凤爪没见过，见过鸡爪嘛？你看那上边那种厚皮的那种感觉，就是说皮的纹理都多出来啊！你看有多细致，这上边全都掐丝，那蕾丝掐丝啊，还依稀可见的金啊，因为年份太长了嘛。你看这金，你看得有多少节啊？你刚看这一个鱼翅上会有多少个这个蕾丝吧？你看这一点，1、2、3、4、5、6、7、8，就一点一段一段的在分段去焊接啊、锤呀、等等等等各种工艺融合为一体啊，难能可贵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哎，往往生活就会给我们惊喜啊。你刚这俩绿松石我咱就不说了，真棒真灵，民间出品。那件还拍吗？那件先不拍，那件还有待研究，研究完了给大家讲。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故事，喜欢啊。